乌克兰第13集团特种部队在克里米亚成功摧毁2艘俄罗斯巡逻艇，并用 ATACMS 导弹袭击了刻赤渡口，严重打击了俄军补给线。乌克兰重建海军计划迎来重大突破，首艘1000吨级海舰已经在土耳其海域试航，预计年底交付。15国解除武器使用限制的消息被曝光后，俄军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并在哈尔科夫地区集结兵力，欲实施全面进攻，突破乌军防线。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总情报局表示，5月30日，乌军第13集团特种部队使用马古拉5攻击无人艇，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袭击了4艘俄海军 KS-701 型快艇，并将其中2艘击沉。在此过程中，为拦截来袭的乌军无人艇，俄军将战机升空了32次，射击机种包括苏27、30、35战机、米格29、安26以及卡27、29和米8直升机等多种武器，并对乌军无人艇进行了持续开火，但皆未造成有效损伤。乌军的第13集团特种部队究竟是什么来历？实力居然这么强？第13集团特种部队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下一个拥有丰富无人艇操作经验的部队。据说他们对黑海舰队的遗产十分了解，加上此次使用的马古拉5又是乌军开发的先进攻击无人艇，具备高隐身、高机动性，因此才能精准摧毁俄军舰船。而袭击的对象 KS-701 则是一种采用铝制船体，专用于后勤和巡逻任务的运输登陆艇，主要由俄边防部队使用。可以说 KS-701 对于俄军维持后勤补给线不可或缺的武器，现在被乌军无人艇干掉，将严重打击和骚乱俄军行动。同时5月30日，据乌克兰武装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还使用 ATACMS 导弹成功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用来运输武器弹药的刻赤渡口，空袭导致2艘轮渡遭到严重损坏。据悉，被袭击的刻赤渡口一直被俄军防空系统严密保护，如铠甲、道尔、S-400等，但仍被乌军 ATACMS 导弹所打击，再次验证了俄防空系统数据可能被夸大的事实。而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乌军从5月20号起就不断使用 ATACMS 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摧毁俄军防空系统、雷达、指挥所等目标。如5月23日，乌军无人机击中俄军沃罗涅日 M 雷达；5月26日，乌军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击中沃罗涅日 DM 远程探测雷达。5月27日，乌军使用集束 ATACMS 导弹袭击卢甘斯克机场，摧毁俄军 NEBOM 雷达等等。显然，乌军就是想让俄军致盲，好为 F-16的到来或更大的袭击行动做准备。试想一下，当俄军防空能力被削弱，雷达看不到乌军武器，对俄罗斯来说将是致命的。正如火力军之前所言，接下来将是乌军的表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对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地区俄军目标的多次成功袭击行动中，俄军 FPV 无人机和乌军无人艇进行了首次对抗。无人武器系统在如今的俄乌战争早已屡见不鲜，各种打击对方装甲车、舰船、堡垒等目标，但无人机与无人艇的对抗却还是首次披露。据 X 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一架俄军的 FPV 4轴无人机在海上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撞向一艘乌军无人艇的左舷后失去联系。目前尚不清楚乌军无人艇的结果。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中将表示，从未看过该影片。不过他说，这艘疑似马古拉5的无人艇似乎是在之前袭击中失踪的舰船，这可能意味着俄乌战争的无人系统对抗已经来到了一个新阶段。毕竟原来的无人机因射程有限，通常都是由陆军携带，在靠近敌目标区域后才投飞，进行侦察或自杀式攻击。但伴随俄乌战场的演变和技术升级，无人机已经可以在较远区域执行任务。如我们经常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乌军无人机奔袭上千公里打击俄军事目标的消息。当然，大部分无人机都是需要与其他控制器进行连续视线通信，才能保证其在较远区域执行任务。其保持视线通讯的方法包括在关键地区架设天线，安排远程无人机或战机进行空中中继等。再结合前段时间乌军无人艇配备 BM-21 火箭炮来对抗俄军直升机和战机，可以看出在俄乌战场上，俄乌双方无人系统的对抗已从前线陆战扩展到了海上拦截环境。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仅获得黑海舰队 20% 的舰船，加上资金不足，导致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乌军只能靠快艇和无人艇不断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与俄黑海舰队进行对抗。但现在不一样了，
乌军重建海军计划有了重大进展。据自由时报报道，由土耳其承包商建造的2300吨级护卫舰伊万马泽帕号正在进行海上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前交付。这艘新护卫舰性能如何呢？ F211 护卫舰是土耳其为乌克兰建造2艘护卫舰的首舰，其外形沿用了岛级轻型护卫舰外观，最大的特点是舰桥正面采用了间歇型设计，有助于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和风阻，且非常重视隐身，因此整体设计非常简洁。舰体各项数据与岛级护卫舰类似，长99米，宽14.4米，满载排水量也差不多有2300吨，可在5级海况下正常作战。搭载的武器有一门奥托76毫米舰炮，一座35毫米机关炮，16单元垂发的米卡导弹，4到8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以及2座双联装鱼雷发射管。其中垂发型米卡导弹系统是欧洲导弹集团在米卡空导弹基础上开发的一种垂直发射防空导弹，其可分为主动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2种型号，最大射程可达12公里，采用聚焦破片杀伤战斗部，能够对付战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多种空中目标，是一种具有多目标拦截能力的近程防空导弹系统。第2艘护卫舰海曼伊凡维霍夫斯基号于2023年8月安放龙骨，预计2025年交付乌克兰。总之，乌克兰向土耳其订购的2艘护卫舰虽然只是中型护卫舰，但也配备了反舰、防空和反潜武器，能够承担防空、反舰等任务，对于面临重建的乌克兰海军来说至关重要。那乌克兰海军重建要多久呢？这个火力军真说不好，因为俄乌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乌克兰军工体系已经被摧毁不少，加上人才的流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想单靠自己建造舰艇重建海军估计不现实，只能像依靠土耳其一样依靠外国援助。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都有不少退役舰艇，什么滨海战斗舰、佩里级护卫舰等等，大家伙凑一凑是可以为乌克兰组建一支像模像样的舰队的，说不定还能恢复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可惜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俄军肯定会对乌克兰新舰实施打击，因此乌克兰海军想要完成重建，恐怕还要等俄乌战争结束。5月30日凌晨时分，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其中俄军从比尔格罗德地区发射了至少5枚 S300 和 S400 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市辛巴瓦尔地区，造成6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据哈尔科夫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格·西内古波夫表示，俄军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当地一栋5层的住宅楼，3楼至5楼的结构被完全损毁，并引发火灾，其他导弹造成20多栋多层住宅受损，一家私营企业已被摧毁。到了5月31日下午，俄军又炮击了哈尔卡夫楚古伊夫地区的舍斯塔科维村，造成2名男子受伤。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迪姆·费拉什金5月31日表示，俄军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德罗比雪维村。据他介绍，俄军的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3人受伤。同时，据该地区负责人称，该村于31日早上遭到炮击，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摧毁。费拉什金呼吁当地居民进行撤离。在哈尔科夫前线，俄军加大了沃夫昌斯克和利布奇地区的兵力部署。据奥列格·西内古波夫表示，俄军正在该地区筹集预备队，下一个目标可能是佐洛切夫市。然而，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俄军新增的兵力不足以支持俄军全面进攻和突破乌克兰防线，甚至已经被反推了。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截至5月30日晚上7点的总结报告中称，今天前线战场已发起84起战斗冲突，其中一半发生在库拉西夫和波克罗夫斯基方向。仍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俄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动了21次进攻，但均被乌军击退。5月31日时，乌军在沃夫昌斯克发动反攻，且已控制了70%的沃夫昌斯克。目前双方仍在市内进行巷战。据分析人士估计，在这一方向，乌军部署了约38000名士兵，而俄军通过集结也只有14000人。此外，综合多方消息称，乌军已经成功修复了被俄军炸掉的旧萨尔基夫附近的一座重要桥梁。准确地说，是乌军工程师在这里部署了一座浮桥，为乌军反攻行动开拓了道路。同时，据俄方消息称，乌军已经攻入了福夫恰河北岸的沃夫昌斯克钾肥厂。多名军事观察员也都称，乌军在比利克洛加奇集中了大量兵力，准备发动反攻。虽然比利加洛夫奇只是一个小定居点，但其位于沃夫昌斯克东南约15公里处。只要打下这个战略高地，乌军便可以迅速获得战术优势。由此可见，对俄罗斯而言，哈尔科夫战役的败局已定。
据相关报道，在近日举行的2024黑海防务和航空航天展上 Elbit Systems 公司展出 UT-30MK2，这是一个可组合的无人炮塔，它能够在不影响部队安全的情况下，为装甲运兵车增加强劲的动力。是 Elbit Systems 开发的最新一代武器系统，模块化的设计能够实现无人驾驶和载人炮塔的结合，让它的转换更加的容易。炮台采用了非常低的射程设计，其中包括广泛的武器系统、多抗措施和先进的电光系统，这些都是内部开发的，能够很好的保证它在战场上提供可靠、高效性能的动力。除了这些，这款炮台组合型的武器让它拥有了最大的杀伤力。它的武器主要包括 ATK MK44 ABM 30毫米火炮和 7.62 毫米同轴机枪，让它能够提供高于市场其他同类型武器的首发和连发的命中率。不仅如此，反坦克制导导弹与炮塔和炮塔火控系统、激光预警系统以及可选的烟雾弹发射器系统进行了完全集成。UT-30MK2 的装甲完全在头顶上，没有穿透甲板，不会影响车辆的装甲保护，并在这个基础上保留了车辆内部的空间。它在封闭舱口下提供增强的态势和感知能力，并能够轻松地使用各种新车和现有的车辆。UT-30MK2 还专门为陆地应用和全面防弹而设计电光元件，能够增强装甲下的装填能力、备用操作和及时行动能力。它的双轴稳定设计用于对静止和移动目标进行边缘处理。先进的控制系统能够实现有效的昼夜和全天候操作。除了杀伤力外，无人炮塔还具有完全空爆弹药能力和可操作性。除了这款炮台，这个公司还展示了遥控武器站和双 C UAS 遥控武器站。据最新报道，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黑海防务和航空航天展，以色列的相关公司展示出了他们防空系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 Aerodome 系统的 Aerolance 拦截器。这个新系统扩展了 Refiller 杰出的防空解决方案组合，其中还包括 Spider 一体机和 Davis Sling 拦截器。先进的无人机穹顶拥有的反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能力也加入了这个阵容，让无人机能够提供关键性的防御。在这家展会上，这家公司还展示了包括 Spider AIO 在内的多个系统，这些系统都是经过实战认证的，同时它们也都是 Spider 系列的最新成员。它们的主要功能能够很好地集成到一辆 8x8 车辆中，由于各方面的完善，保障它能够在几分钟内在困难的地形上完成部署，这就能够保证它的反应时间是最短的，它的物流足迹也是最小的。可以说，这个系统为防空提供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相关信息显示，Aerodome 配备了全面的 CUAS 和 CUAV 解决方案。这些技术的配备是为了在各种作战环境中完成探测、跟踪和中和敌方 UAS 和 UAV。它的诞生是针对新出现的威胁提供了重要的保护，并且能够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消除不同的目标。除了以上的这些 ，Refiller 还展示了 SkySporter， 这是一种被动光电预警系统，它能够同时检测、跟踪和管理多个目标，并且能够对于选定的目标进行详细和持续的24/7调查，做到增强态势感知和目标管理等。Refiller 参加本次2024展会，凸显了它尖端的防空技术。Aerolance 拦截器是首次在罗马尼亚亮相，它的出现标志着 Refiller 广泛产品组合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个公司是以 Aerodome 和 Davis Sling 系统而闻名，但在本次展会上，它还展示了其他针对空中威胁的先进解决方案，包括无人机。根据相关网站报道，近日南非空军决定将机队中的5架 C-47运输机彻底地解除现役，结束了它81年的服役历史。
报道中称，这款战机退役的原因是引擎升级标案再次流标导致的。C-47运输机的广泛使用最早能够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这之前，它就已经是南非的现役运输机了。这款运输机以它的耐用性和多功能性而闻名，拥有空中列车的称号。南非空军在1943年引进之后，就一直是南非军用航空的主力。但这批 C-47飞机已经大约2年没有升空了，因此退役机队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负责维护这批飞机的南非国营国防公司 AMSCAR 在向议会国防和退役军人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称，已经确认全部8架 C-47TP 因为缺少原始供应商的支持，导致维护无法进行。C-47的原始供应商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这个公司在1976年的时候并入了麦克唐纳，1998年再次并入波音公司。而 C-47的零件早在60年前就已经不再生产了。AMSCAR 公司指出，自从2018年以来，一直试图恢复 C-47的维护合约，但参与讨论的商家极少，就算有，也很难符合 C-47的操作规范，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南非空军几乎已经确认要退役 C-47，但是南非空军仍然创下了历史，是操作这款飞机最久的国家单位。在过去，南非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C-47机队，长期担任支援运输、后勤、伞兵、空降等任务。根据相关报道，近日黑海防务和航空航天2024展览会上，罗马尼亚的食人鱼5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通用动力欧洲陆地系统公司和 Romam 的子公司 UMB 宣布，已经完成罗马尼亚生产的47辆皮尔汉5 8×8装甲战车，还有68辆正在生产中。另外还有150辆订单。皮尔汉5车辆和其他种类相比具有更高的保护级别，载重更多的传动系统能够满足重量的增长，让内部容积更大化。这可以减轻辅助武器和物资的存储以及运输负担。此外，皮尔汉5还增强了电源和电源管理，以及开放的电子架构，让皮尔汉5能够按需生产出更多的电力。集成的电源管理系统能够大幅度地减轻电量的损耗，并且它的整个电力系统能够适应目前正在开发的新系统和技术，让皮尔汉5对各种武器系统有着很好的适配性，比如 12.7 毫米、25毫米、30毫米或低后坐力105毫米火炮，包括配备 12.7 毫米火炮的莱茵金属武器站。车辆的内部集成了防雷座椅，外部布局上，皮尔汉5的设计结合了异形车体装甲板，优化了它的防爆能力。附加装甲和表面涂层的间距也被大幅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热和雷达特征。它采用了模块化的装甲系统，能够有效防御 RPG 360度来袭的 14.5 毫米穿甲弹和正面弧形范围内的30毫米穿甲弹。车体可防8公斤反坦克地雷的爆炸。该车的动力来自 MTU6V199 T120 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为550马力，配备采 F7HP902 7速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并且这款车的排放符合欧洲排放标准。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重建海军以及哈尔科夫战役的结束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